喜不喜欢，潇不潇洒，快不快乐，去享受它。小新不是说他父母亲很平易近人，容易相处吗？你又那么讨老人家欢心，他们一定会对你留下好印象的。对哦，就好像阿明哥的妈妈一样，每次见到我就很开心，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好。四姐，你刚刚不是说黑眼圈吗？我看看。不会啊，你看起来精神挺好的，只是你的皮肤好像缺少了一点弹性。真的？那怎么办？不用担心，我帮你擦上这个，保证你脸马上容光焕发。好啊。很舒服的。柔柔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大姐一直不让我去找阿明哥？可能大姐是要避免大家尴尬吧。你想想啊，你跟小新在一起，你们可能快结婚了，你跟阿明哥见面总是不太好啊。那也是，而且那么久了，阿明哥都没有打电话给我，我想他已经把我忘了。可能是吧。对了，你第一次见人家父母亲，我看你带点手信去会比较好。手信是什么？手信就是见面礼啊，你们第一次见面，况且他又是你的未来家公家婆，带点见面礼会比较好的。那我应该送什么呢？他们长期住在澳洲，就送一些那边比较少见的东西哦。我知道了，我送肉干呢，或者榴莲。不行，酒店是不准带榴莲进去的，况且你又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那怎么办？送什么？见面礼其实一点点意思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可以送一束胡姬花。好啊，那我等一下去买。谢谢你啊，柔柔。选的怎么样啊？花嫂，我要买胡姬花。爱神的啊？不是啊，我要送给人的。你帮我选美一点啊，还有帮我包美美。行行行，你等等啊，我选最好的给你。啊，你慢慢来，我不急。好。静静龟，静静，哇，你最近又白了嘞，比以前更漂亮了。没有啦，我那么丑。哎呀，你丑的话，哪有那么多男孩子追你啊？就是喽。哎，大家都在说嘞，有一个什么什么电脑大王的，从美国追到这里来嘞。他嘞又黑生又有钱哦，还说要娶你哦。没有啦，我们只是朋友而已。哎呦，朋友做做就变成老公喽。你就好了，可以嫁一个有钱人呐、怪不得以前呐、你天天跟你姐姐来巴萨，现在都不来了。他不让我来啊，他说现在已经有人帮他送货了，所以就不用我帮忙了。你大姐啊，最疼你了。对啊，我在医院快病到要死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在医院陪我。不止你大姐，还有一个人也是啊。哎呦，他就惨了，没有这个福气跟你在一起，还搞到……你在说谁？没有了，没有了。来香草，我们不是要去买东西吗？是啊是啊是啊。哎，我们走了啊，走了。我们走了哈，拜拜。哎，好啊，我刚才阻止你呀、要不然呐、让他那个肥婆大姐知道你多嘴，你就没命了。哎呀，能够隐瞒得了多久？迟早经济会知道的吗？哎呀，那如果她嫁去美国的话，又怎么会知道？哎呀，那个肥婆婉婉啊，也真的够势利啊！看到人家有钱啊，就把卖鸡饭的给丢到一边去。哎呀，如果是你女儿，你也会这样做的啦。哎呀，倒也是，人呢是那么现实的。总之啊，那个鸡王啊最可怜了。阿明哥，他怎么了？不过听说他中了几10万的马票嘞，这辈子不卖鸡饭都不用怕了。哎呀，有钱没命花有什么用啊？听说哦，他在7月初1那一天跟好兄弟发了誓，说只要晶晶能够好起来，他愿意赔上1条命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应验了？现在晶晶好好的，他却搞成这个样子，哎。
他们不错了。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车祸撞断了脚。谁呀？八姑是我，晶晶啊。晶晶啊，你怎么会来？你大姐不是说你去美国了？还没有啦，八姑啊，我能进去吗？你大姐知道你来吗？不知道。晶晶啊，你来看我，八姑是很高兴，不过不是很方便，你先回去吧。为什么？阿明哥呢？我可以见见他吗？阿明啊，阿明出国了，不在。八姑，你不要骗我了，我都知道，阿明哥出了车祸，对吗？你大姐说你的病刚刚好，不敢让你知道，我也了解的。来，进来进来。我大姐来过啊。有，她常常来。她来的时候带喝的啦、吃的啦，还给我钱。你大姐的人很好啊。坐坐。哦。我倒杯咖啡给你喝啊。八姑不用了。要的要的。八姑啊，你能不能告诉我，阿明哥怎么了？撞车咯。我也不清楚他怎么样撞的。那天我在卖鸡饭，忽然间警察局打电话来说阿明撞车，吓得我要命啊！我跑到医院去看他，还好人还很清醒啊。他见到我还说：“妈，我没事，你回去卖鸡饭吧。”谁知道第二天医生来说，他的脚什么伤到了神经线啦，以后不能动了，夭寿。人好好的，怎么脚不能动？真是歹命。那阿明哥现在怎么样了？坐轮椅咯，整天躲在房间，说推他去楼下走走，他也不要。人家来看他，他又躲起来。本来呀，以为能安安稳稳成一个家，没想到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晶晶啊，喝咖啡了。八姑啊，我能不能见见阿明哥？晶晶啊，你有心就好。可是阿明现在不大方便，而且你大姐又说你要去美国了。没关系了，八姑你就让我看看他。八姑，八姑。哦，好，我问问他哈。阿明啊，晶晶来了，要见你呀。阿明，开门呐，晶晶来了，你要不要见她？不要不要，你见他走了。阿明，我说了不见任何人呢，你耳聋了是不是？哎呀，晶晶啊，你都听到了，他的脾气越来越古怪，整天躲起来，房间也不出来。刚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更惨了，连大小便都要我扶他。他这么大只，我哪里有力气去扶他？我天天这样扶他，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叫他用鞭拨，他又不要。两个抱在一起，跌倒了好几次。他爬不起来，我也爬不起来呀。幸好我练了几十年的太极，要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断了。后来呀，我讲到口都干了，他才肯包饼钵了。我的年纪这么大了，等到我走了，他不知道怎么办呢。晶晶啊，我们母子
包姑，你不要这样，阿明哥会没事的，他不会有事的。晶晶啊，你是一个好女孩，可惜我们阿明没有福气，这都是命啦，怨不得人。你坐一下，我还有几件衣服，我会去洗。包姑，我帮你洗。不用了，包姑，我洗很快的，我帮你洗。不用，我自己来。晶晶啊，不用了，我自己来。爸妈，路上还好吗？还不错。看你都瘦了。安哥、安吉，你们跟 Richard 聊聊吧，我去办手续喽。好的。爸妈，我们到那边坐吧。Angel 过来看我们，我知道他正在度假，就请他陪我们一起过来，你不会介意吧？当然不介意了。老实说，听到你们分手的消息，我们都感到很意外。Angel 对你一直都很好，你失踪的那段日子，他比我们还紧张呢。你不是说不干涉儿子的感情吗？我哪有干涉？我只不过随口问一问罢了。我当然知道我们这一次来的目的。哎 ，Richard 啦，我还以为可以马上见到你女朋友呢。哦，他今天早上有点事要做，所以不能去接你们的飞机。哎呦，晶晶啊，不用了，我自己来。哎，你帮我洗衣服就够了，我自己来嘛。包姑没关系了，这是过衣服的水，很干净，所以我顺便抹抹了。不用，我自己抹就可以了啦。包姑很快的，这里由我来好了，出去吧。哎，那很谢谢你哦。嗯。哦，晶晶啊，快11点了，你留下来吃午餐哦。11点，我的表才9点45分呢。哎呀，停了！我听 Angel 说，你女朋友家是开餐厅的。啊，是的，餐厅是他大姐开的，他平时在店里帮忙打理。他们卖纳西勒玛，也就是椰浆饭，是本地很著名的食物，很好吃的。他大姐说明天请你们去吃。Hello。我真有点意外 ，Richard 是搞 IT 的，怎么会喜欢一个卖饭的？他们会有共同的话题吗？所以说，这个女孩子一定很有吸引力。对啊，我们已经到了，你不用急，没关系的。我已经跟他们说你今天很忙。小新，对不起啊，我这个表还是刚买的，花了20块钱呢。好坏不坏，偏偏在这个时候坏。怎么不带我送给你的呢？你送给我的那么贵，我不舍得带吗？平时带这个20块钱的就可以了。你帮我跟你爸爸妈妈说对不起，我现在就来。你别急，马上来吧。你现在在哪里啊？要不要我去接你？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在外面，我去酒店找你们好了。刚才洗衣抹地的流了很多汗，地很臭的，又没有时间回去换衣服。晶晶，小心，对不起啊。行了，你已经说了很多对不起了，走吧，我爸妈在等你呢。哎，你等一下，你看我这样可以吗？你别紧张嘛，我爸爸妈妈不是恐龙，不会吃人的。来，走吧。啊。来，我给你介绍，这位是我妈妈，我爸爸，Angel，我公司的同事。魏小姐，我们见过面，你还认得我吗？认得，你叫我晶晶好了。哥阿弟，你们好。好，这束花送给你们的，谢谢了，请坐，请坐。这花好漂亮，就像你一样，怪不得我儿子会爱上你。安
弟啊，你才漂亮呢！我本来以为你跟昂哥是胖胖老老的，原来你们都那么年轻啊！是真的吗？我还想去拉皮呢。拉皮啊，不要啦！你长得那么好看，不要拉皮啊！万一拉得不好，嘴巴会歪歪的。好好好，你说好看就不拉了。昂哥阿弟，对不起啊，今天没有去机场接你们。没关系，你一定很忙吧？也不是啦，我只是去看一个朋友，手表又坏了，所以赶不及去机场接你们。你看，手表一直停在9点45分呢。不会吧 ，Richard？ 怎么没有送一只比较好的手表给莫小姐啊？有，小新有送给我，可是我不舍得戴。平常我在店里卖饭，又要洗碗抹地的，如果把那么贵的手表弄坏，我会心疼的。那你们没有请工人吗？哦，我们只是一间小店，只有我大姐和我就够了。那很辛苦哦。不会啦，习惯就好。对了，阿哥阿弟，你们在澳洲开农场的一定很辛苦哦。不会，我们也是习惯就好。你们是不是要很早起来养牛、养鸡、养鸭的？安可在澳洲的农场是苹果园、葡萄园，还有一间酿酒厂，光是员工就有200名，哪里需要自己亲自动手？200个工人呢！哇，阿哥阿弟，你们好厉害啊！哪里？在澳洲，我们算是小农场了。哦，先生，小姐，谢谢。哎，交东西吃吧，边吃边聊。哦，晶晶想吃什么就点吧。好啊。哇，这里东西好贵哦！你看，Chicken Rice 也要18块，外面可以吃一整只鸡了。同样是鸡，一进了酒店，身价就不同了。莫小姐，你何必为 Richard 担心呢？不要说是18块的 Chicken Rice， 即使是180块一盘，他也请得起你啊。我知道他请得起啊，可是我吃不下那么贵的东西。哎，有 carrot cake 哎，我还要6块钱呢。没有比较便宜的了。好啊，我要 carrot cake。啊，吃 carrot cake 就够了。够了，我要一个 carrot cake，帮我炒的 black chili 多多。black chili。对啊，你跟你厨师说我要炒的 black chili 放多一点。对不起，小姐，我们这里的 carrot cake 不能炒的。为什么？你们 carrot cake 不是菜头粿吗？菜头粿不炒怎么吃？小姐，对不起，我们的 carrot cake 是那个。啊。对不起啊，我长得那么大，从来就没有去过什么大酒店的 coffee house， 才会把人家的蛋糕当成是菜头粿，很麻路嘞。麻路是什么？麻了就是不好意思了。伯父伯母没有来过新加坡，不要专讲那些只有新加坡人才听得懂的话。新加坡人很奇怪的，讲英语你又听不懂，讲华语又夹七夹八的，有时候真的很费力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没关系，每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吗？啊？对呀，这样才有趣味嘛。哎，晶晶啊，这里有没有你说的那种菜头粿吗？有啊，我就是带你们来这里吃的。你们先坐下来，我去买。谢谢，马路。啊？哦，我的意思是说，麻烦你，不好意思。安迪啊，马路不是这样用的。妈，你这次真的很麻路了。好了，你们先坐一下吧，我去买。好，谢谢。我帮你。怎么样？我爸妈一点都不可怕吧？不会，他们很好，他们就好像我的。什么？我说了你不准笑。好，我不笑你。就好像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都说不准笑了。好了，不笑你了。我很小就没有爸爸妈妈，有时想，如果爸爸妈妈没有那么早离开我们就好了。所以看到你爸爸妈妈那么好，我就乱想了。你没有乱想，等我们结了婚，我的爸爸妈妈也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了。
怎么了？没有啦，我在找那摊菜桃柜，在那边。安哥，我要2盘菜桃柜，1盘白的，1盘黑的，黑的炒黑一点。晶晶啊，我妈说叫我先带你去澳洲住几天，然后才去美国。既然你跟我爸妈那么投缘，不如你跟他们一起回去吧。他们什么时候回澳洲？他们打算在新加坡逗留1个星期。那么快呀？怎么？你不舍得？不是啦，只是我长得那么大，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也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有点怕怕。你怕什么？有我在你身边嘛。你记得我告诉过你吗？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只要你心里一直告诉自己我能做得到，我一定能做得到的。到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服的。那你现在还有什么不放心吗？不如你去买甘蔗水吧，吃多菜桃柜，很热气的，甘蔗水很清凉。好啊。我现在的心情就好像菜桃柜一样乱，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小新的爸爸妈妈没讨厌我，小新也很疼我啊，为什么会这样乱的？真的不明白，不明白。试试这个啊，这里东西很好吃的。这个就是菜桃柜，白的、黑的，你看是不是很black？是啊，真的很黑哦。对啊，黑黑的比较好吃，因为甜甜的嘛。那这个是肉酱，米goreng、狗饼，这个小新喜欢吃。好了，公司吃吧。好，公司吃？对啊，公司吃可以吃多一点啊。啊，爸。晶晶的意思是大家一起吃哦，好好好，来，大家吃，大家吃。是啊是啊，我来试试这个叫做菜桃柜。哦，菜桃柜，真好吃。的确不错。看样子呢，我们听晶晶的话，没有留在酒店咖啡house是对的。酒店的东西一定很好吃，可是也一定很贵。有钱也不可以这样乱花嘛，反正什么东西吃进肚子里都一样。对对，爸妈。晶晶也是个烹饪高手，改次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试试她的拿手好菜。真的啊，现在女孩子啊，能进厨房的真是少之又少了。对呀，我大姐也这么说，她每次讲我妹妹啊，你啊连煮饭都不会，以后结婚怎么办？现在的女性不是专为伺候老公而存在的。对啊对啊，我三姐这么说，她还说我大姐很老古董呢。可是我觉得，如果能够煮一顿好的给老公吃，有什么不好呢？他在外面赚钱赚得那么辛苦，如果回到家连一顿好吃的饭都不能开开心心的吃，那太可怜了。哥，我说错什么？没错没错，我非常赞同你这番话。所以呢，开心的拍桌子了。现在那些富贱分子太不像话了，整天呢鼓励女人跟男人作对。喂，你不要趁机散播你那种大男人思想哦。哥，我不是说男人应该什么都不做的，就像我小弟啊，他连内裤都要我帮他洗，除了我大姐骂他，他才乖乖自己洗的。对，男人也要自重，不要太过分。你讲的非常有道理，很有道理。我已经很久啊没有听见你爸爸这么称赞人了。听到没有？哎呀，我乱说的啦，你们不要笑我就好。Angel， 你不吃了？我不习惯吃太油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个菜桃柜的味道很好。再来一盘可以吗？哥最好不要了。Angel说的对，外面东西比较油腻，老人家吃多了肚子会胀的。对呀，其实啊，我现在都觉得有点胀了呀。安迪真的啊，不如这样吧，把手出来一搓，然后揉揉肚子，放个屁就好了。
哦，做梦不要放进洗衣机洗。哦，才几件衣服，不要浪费水电费吗？今天有没有打电话回来啊？没有啊。家跟洪志的爸爸妈妈相处的怎么样哦？我想应该没有问题的，你就不要这样担心啦。什么不用担心？人家是什么家庭，我们是什么家庭？人家儿子是精英了，我们这个妹妹，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总是怪怪的。什么怪怪的？我老是觉得晶晶跟洪志好像不会那么顺利了。姐啊，你害人呐！怎么？什么害人？本来我还好好的，给你这么一说，我的心也不安了。应该是晶晶回来了哈。晶晶啊，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什么东西怎么样了？你跟洪志的爸爸妈妈出去吗？怎么样了？很好啊，他们一点价值也没有。我在酒店的咖啡屋闹笑话，他们也没有笑我。哎呀，你闹了什么笑话？我咯，把人家的 carrot cake 当成是菜头粿，还叫人家炒得烂。哎呀，不是这样，你不要乱说话的吗？你不说话，人家都不会当你是哑巴。大姐不说话很辛苦的，而且他们也没有说我讲不对呀。小新的爸爸还说讲得有理，讲得有理。是不是真的啊？真的，我见他们之前心扑扑跳的，还以为他们像电视剧那些有钱的父母，想拆散我跟小新。可是不会啊，他们对我很好，还送我见面礼呀。什么东西来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巧克力，我看看哦。他们那么有钱送他巧克力，是不是证明他们对晶晶只有什么好印象？哇！做梦？不是巧克力，你看。哇！钻石项链还有耳环呢！哇，这套起码要算万才能够买得到哎。那么贵啊！那明天我还给他们。你神经病啊！人家一番好意要送给你，你还要还给人家，那不是不给人家面子吗？对呀，人家是重视你啊，才买这么贵重的礼物送给你的。可是我真的用不着啊，就好像上次八姑送给我的4点金，我都觉得浪费了。他和阿明哥卖鸡饭也不是赚很多钱，还买那么多金给我，我也不可能天天带出门呐，花那么多钱做什么？哎呀，又不是你逼他们买的吗？不用那么在意的。我看你忙了一整天，应该很累了吧？冲个凉再去休息哈。这条项链我帮你锁在我保险箱里面。哦。大姐啊，4点金还给八姑了没有？有啦有啦，这些事情你不用那么操心了，我知道怎么做的啦。哦。还有啊。有什么事？我上次病到差点死掉的时候，阿明哥是不是跟好兄弟发誓，说如果我好了，他愿意赔上自己的命？大姐，是不是真的？哎呀，晶晶啊，你问这个来干嘛？我听人家说的。哎呀，人家随随便便发的誓，怎么可以当真呢？每天也是很多人在发誓吗？如果认真的话，那不是很惨？哎呀，晶晶啊，你就不要听那些人乱说了。阿明他还好好的，他中了几10万的马票，你不用为他担心的啦哈。你们不要骗我了，我知道的。阿明哥现在很惨，他连站也站不起来，一天到晚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喂，他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不就是你个大嘴巴！不是我说的哈，整个荷兰村的人都知道嘛。这件事瞒不了多久的。我是看他傻傻的，不知道他怎么想啊。脾气越来越古怪，整天躲起来，房间也不出来。刚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更惨了，连大小便都要我扶他。他这么大只，我哪里有力气去扶他？我天天这样扶他，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叫他用鞭拨，他又不要。2个抱在一起，跌倒了好几次。他跑
爬不起来，我也爬不起来呀。是晶晶，开门呐，大姑。哎呦，晶晶啊，你这么早，哎，快进来，快进来。早点去吧，沙菜啊、鱼啊、肉啊都比较新鲜，这些菜啊都够你和阿明哥吃好几天了。哎呦，你买这么多东西，多少钱？我拿钱给你。八姑不用了，一定要的。八姑真的不用了，又没有花到很多钱，不要跟我计较了。那我就不客气哦。大家那么熟了，不用客气。那真谢谢你哈。我帮你把菜分一分。我买了黑豆花生、鸡脚、猪脚，可以炖汤喝。它很补脚力的，可以炖给阿明哥喝。好好好。八姑啊，阿明哥吃了早餐吗？我叫了好几次，他都不理我，不要管他。从昨天到现在，他没有出来啊。有，昨天你走了之后，他就出来，还在门外偷偷看你。我去叫他。阿明哥，阿明哥出来吃早餐啊！我买了猪肠粉给你。阿明哥，你不要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啊！八姑很担心你的，你知道吗？阿明哥，你出来啊！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阿明哥，怎么办呢？用这一招，电视剧常常这样做的。阿明哥，你再不出来，我就不理你了，我再也不来了。八姑啊，阿明哥不想见我，那我就走了。好好，晶晶啊，你慢走哦。八姑，拜拜。拜拜。你出来做什么啊？人家要见你，你死都不开门。人家走了，你出来干嘛？妈，什么事啊？快点推我出去啊！推你做什么？我要看看晶晶。她走了。看看她病也好嘛，妈快啊！看病做什么？我屁股很好看呐，这样不是好了？你看我，我看你，多开心！为什么要在背后偷偷看？我前面不好看呐。你怎么了？我说错什么？没有，我没有想到你会来看我嘛。你以为我那么绝情啊？不是我不来看你，是我不知道大姐他们瞒着我。其实你大姐他们做得很对，你应该开开心心去结婚，你还跑来看我这个废人干什么？你不要这么说嘛！你说的那么惨，我很想哭。难道不是吗？你看我现在再也站不起来，只能够坐在这轮椅上等死。晶晶啊，你看，他又说这样的话，听起来就会伤心了。就是了，什么等死？你现在又不是重cancer，即使重cancer也有的医啊。现在只是脚不能动，说不定也有的医呢。你有没有看9层高？那个肥妈中风后，全身都不能动，可是慢慢医就好起来了。听你这么说，就算医不好，听了也很爽。我也说过这样的话，我说你就不听，晶晶说你就听呢。八姑，你不要吃醋了。阿明哥，我买了猪肠粉，我们去吃。来，大家一起吃。我去泡咖啡哈。阿明哥，我家他们加了多多芝麻，很香的，你吃啊。小新的爸爸也喜欢吃。他们第一次来新加坡，我就带他们到处去吃了。是啊。好像很好吃哦。你也一起吃吧。那我不客气了。也许我们阿明还有希望。吃了猪肠粉，我带你去看中医。八姑在家里帮你煮黑豆花生鸡脚加猪脚汤，你回来就可以喝了，1来1就好起来了。
我看算了吧，医生都说不可能会好的。去试试看啊！以前我有个邻居也是被车撞到不能走路，后来给一个中医医好了。不过那个老中医已经死了，现在我带你去看的就是他的儿子。爸爸那么厉害，儿子也一定很厉害，去试试看呢。应该就在前面了。买什么好玩的？就买0936吧。知道是想。晶晶啊，等一下。什么事？刚才我们不是经过投注站吗？搞到我手痒痒的。你没有什么好字可以买？没有啊，你不是刚中了马票吗？听说还中了几百千，够了啦，不要再买了。做人不要太贪心。不是我贪心，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有能力出去做工赚钱呢？这样子吃吃用用啊，那200多千很快就用完了，到时候怎么办呢？不会那么惨的。怎么不会啊？你看我妈现在年纪这么大了，总不能够叫她出去做工赚钱啊。在新加坡看一次医生也得好几十块，再加上水电费啊、杂费，一个月啊也要花上700-800块的。如果那么倒霉又要住院开刀的话，也要花上好几十千呢。到时候啊，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说的也是，不过我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好字，乱买更浪费钱呢。那好吧，那你有灵感再告诉我吧。好像上一次啊，你说我们的结婚日子很漂亮，结果啊，我手了几期就中了。都过去了。什么？我说那个日子都过去了。我有什么好字再告诉你吧。好吧。如果你去了美国也不要紧，你打长途电话给我就可以了。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美国？你大姐都跟我妈说了。那你什么时候飞啊？到了，就是前面那间。这样一来啊，就要花40多块钱，还说1个礼拜来2次，这样下去啊，我不是很容易破产。40块钱 OK 了，他帮你插了10多支针，如果去红毛医生打1支针，起码也要这个价钱了。问题是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啊，就算插上1000支也没有用。哎，你怎么了？我的肚子好像怪怪的。那有反应了是不是？不是啊，应该是我肚子痛。你要大便啊？我帮你找厕所。行了行了，我自己进去就可以了。可以吗？要不要我帮忙？不用不用。哦。没有没有，行了，我没事，你出去吧。我在外面呢，有什么事大声叫我。哦。对不起，什么都没看到。晶晶，你又跌倒了。不是啊，这里面没有厕所纸啊。哦。这里也没有，我去买，你等等哦。
天晚上哦，听到隔壁房间有声音哎。什么声音啊？好像是有人喘气的声音。你不要吓我。真的，我真的听到的。我本来想叫你醒来的，可是看你睡得这么熟，我就不叫你了。奇怪了，7夜半都过了这么久，不可能是老爸跑出来吧？你不要鬼话连篇呐！干嘛？哎嗨 ，Good morning。你是谁呀？哎，你是谁？怎么进来的？我。哎，大姐姐夫，你们不用怕，他是我大哥 Alan。嗨。他昨晚从麻坡出来，因为太晚了，我就叫他住在这里啦。他过2天就回去啦。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啊？要带人回来也不问我一声。是啊，这里不是酒店呢，要来就来，要去就去吧啊。哎，老兄，不是我住不起酒店，是我妹妹说有个男人想泡她，我是来看看那个男人到底对她好不好啊？姐夫，还有什么问题吗？没了。哎呀，他是我大哥，也算是自己人嘛。更何况这里又不是没有地方给他住，县城啊就一间空房间给他住啦。姐夫，在看什么啊？好心你们呐，该穿衣的就穿衣，该穿裤的就穿裤。进去。这个女人啊，不像她那个毛病弟弟一样，很难搞的。你干什么？你刚才看人看到2眼发直，现在还想偷听些什么？没有啦，我是探听敌情。哎，没听到那女的在笑了，他们肯定不是兄妹来的。哎呦，在笑了。昨天晚上我就听到这种声音啊，他们肯定是在胡搞。深深的相信战争有一天会平息，脑海里总想起像空气快飞起，飞在天空里享受难得的自己。眼前的世界里有太多的不可理喻，放下你的忧虑，跟随着我的节拍。只要你心有爱，总有一天你会喝彩。渐渐地看见你，放不下，要继续。5, 4, 3, 2, 1, don't say you love me。用你的身体带出舞步与我练习。Come and shake with me， 熟悉的声音让我和你谱新恋曲。Show your love。